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独特的认知。无论你是穷是富，无论你的国家是发达还是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辈分比所有人都要高。当然，他们也并不是针对谁，只是在他们的眼里，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您可能会觉得这口气也太大了吧？但这个生活在哥伦比亚内华达山脉深处的古老部族科吉人还真是这么想的。他们自称是哥哥，是地球的守护者，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都是那个离家出走、到处闯祸的弟弟。可他们凭什么这么说呢？这时候科吉人就会为你解答。就凭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之心，就凭他们相信地球是一个活生生的母亲，而他们是唯一能听懂大地母亲讯息的孩子，更凭他们族群中的祭司从一出生就要在完全黑暗的山洞里修行9年，以此来获得与大地母亲直接对话的能力。在过去，他们从不打扰我们，但现在他们决定必须开口了，因为他们说弟弟正在肆意地挥霍家产，正在把我们的家园，也就是整个世界，一步步推向毁灭的边缘。这就奇怪了，一个几乎不使用文字、过着近乎原始生活的部落，凭什么对我们这个能上天入海的现代文明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在这片与世隔绝的深山里，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又知道了哪些我们早已遗忘的秘密？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对弟弟身份的质疑，一起去探寻哥哥的世界，去看看这群地球上最后的守护者到底想对我们说些什么。科吉人世代隐居在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它位于哥伦比亚炎热的加勒比海岸边。在这片山脉，你能体验到从热带海滩到极地冰川的全部风景。山脚下是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充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往上走，雨林变成了凉爽的云雾森林，常年云雾缭绕，如同仙境。再往上，森林消失了，变成了开阔的高山草甸。继续向上，就只剩下苔原和裸露的岩石。最后就是白雪皑皑的冰川世界。热带、温带、寒带，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都被奇迹般地浓缩在了这座全世界最高的海岸山脉里。科吉人把这里称作世界之心，因为这里包罗万象，就像一个小型的创世沙盘。而在500年前，它成为了前哥伦比亚文明最后的避难所。在西班牙征服者们踏上美洲大陆之前，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生活着一个极其辉煌的古老文明——泰罗纳文明。面对强悍的侵略者，泰罗纳人没有被彻底征服，也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做出了一个充满智慧和决心的选择，那就是放弃低地富饶的家园，整体向内华达山脉的更高、更深、更险峻的地方撤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默默地生活了500年，而今天生活在这片世界之心里的科吉人，正是这些泰罗纳人最纯粹的直系后裔。如果你走进科吉人的村庄，你第一眼注意到的肯定是他们的衣服。不管是谁，男女老少身上都穿着一样手工编织的纯白长袍。对科吉人来说，白色是他们世界观的外在体现，它象征着创世母亲的纯洁，也象征着自然的和谐。穿上白衣，就如同穿上了一份责任，时刻提醒自己要以纯净之心与世界相处。当然，纯白之下也有他们的小巧思，比如男性的服装是简单的束腰上衣和长裤，头戴一顶尖顶的编织帽子，手上拿着一个空心的葫芦，这个葫芦名叫波波罗，是科吉男子到15岁时由族中的祭司马莫所授予，标志他们已经成年了。这个波波罗葫芦要随身携带，葫芦里装着一种叫做利马的粉末，利马就是将贝壳加热后并碾碎制成的粉末。科吉男子在葫芦里插上一根木质吸管，没事儿就吸2口利马，然后嚼着古柯叶。古柯叶是南美洲一种常见的植物，叶片呈长椭圆形，含有可卡因生物碱。南美洲原住民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就在咀嚼古柯叶了，因为它可以对抗高海拔劳动引发的饥饿、
疲劳和缺氧，同时还可以治疗一些疾病，如牙痛。它还是宗教祭祀用品和祭司诊断疾病的工具。当两名科吉族男子相遇时，他们的问候方式就是互相交换几把古柯叶，然后一起嚼着吃，聊聊天。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现代男子相互交换香烟呢？科技男子将咀嚼后的混合物涂抹在葫芦表面，形成硬壳。葫芦越厚越硬，代表着这个男子年纪越大越成熟。男子们通常会在独处时安静地涂波波罗，这方便他们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状态，尝试与大地母亲建立连接。而每个波波罗都有特殊的图案。科技男子聆听祭司教诲时，祭司会查看他们的波波罗，告诉他们波波罗图案背后隐藏的深意。如果波波罗涂得不好，那说明这名科技男子最近的心灵有杂质。而科技女子的着装也很有特点，她们用一整块白布巧妙地缠绕身体，形成优雅的连衣裙。她们脖子上佩戴着很多条项链，这些项链不是串的金银珠子，而是串天然的贝壳、好看的石头或植物种子。科技女子还会编织一种背囊，就像我们现代人常用的小背包。科技族的男女都会将这种背囊挎在身上，背囊里的物品大多是私人的，只有主人才会知晓。科技人不仅穿着和习惯有趣，他们的耕种方式也很有意思。科技人是高超的农夫，他们利用内华达山脉巨大的海拔落差，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立体农业体系。他们在高处寒冷的地带种植土豆，在温和的山腰种植玉米、棉花、豆类，在低处炎热的河谷种植木薯和古柯叶，也从不强求土地给予它本身没有的东西。科技人喜欢集体劳作，男人、女人和孩子一起完成日常工作。女人们采摘蔬菜、羊毛和棉花，男人耕种、砍柴、打水，这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更有趣的是，在科技人看来，农业其实是一面镜子，映照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丰收意味着族人间的行为是和谐的，大地母亲对此感到满意，所以带来了丰收。而欠收或灾害则是一个警报，说明某些行为破坏了平衡，必须立刻通过仪式和反思来进行修复。因此，每一次耕种与收获都是一次与大地母亲的对话。他们的居所同样是宇宙观的微缩模型。科技人的村庄里坐落着一座座圆形的茅草屋，这些建筑的墙体由石头和泥土混合铸成。房屋是圆形结构，就象征着创世之初的宇宙蛋，而屋顶上有两个对称的尖角，代表着内华达山脉的两座神圣雪峰。家就像是他们安放身心的小宇宙，然而在这个小宇宙里却遵循着一条令现代人最难理解的法则，那就是男女分居。在科技村庄，男人有男人的屋子，女人和孩子们则住在另一间屋子里。即便是夫妻，也只有在经过仪式许可的特定时间才能共处。同时，科技女人不能进入族里的寺庙，这并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而是科技人相信女性天生就与大地母亲的生命力紧密相连，她们拥有天然的创造力和智慧，也能孕育生命。她们不需要进入寺庙就能和伟大母亲阿鲁纳沟通。而男人则需要聚集在被称为努河的仪式小屋里，那里既是村庄的寺庙，也是男人们意识和学习的场所。科技男人得通过集体的冥想和仪式，才能获得与宇宙连接的知识，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古老的法则也严格守护着他们生命的循环，这就体现在婚嫁上。科技人是地球上血脉最纯粹的民族之一，因为他们极少与非泰罗纳后裔的外族通婚。在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居住的泰罗纳后裔还有奇布查人、金巴亚人、加勒比人，除此之外的人都是弟弟。在他们眼中，这是守护族群精神纯洁性的最后防线，因为他们相信与弟弟的结合会扰乱他们与创世母亲之间那条维系了数千年的神圣连接。科技男子15岁，女子14岁就可以成婚了。许多科技人的婚姻都是由家里包办的，以确保社区繁衍生息。尽管是包办的婚姻，
但也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不会强迫要成婚的男女或者买卖妇女。当科级男女要成婚时，还要经过祭司马莫的同意，马莫会负责主持婚礼，并通过祈祷和歌唱祝福新人。在婚礼上，科级人会用贝壳、鼓、风笛和沙丘等乐器演奏一种叫做奇科特的音乐，大家会围在一起载歌载舞，这样就能够祝福新人，希望他们平安康健，多子多福。科级人的继承制度则是现代人少见的双边继承，也就是田地、房屋、牲畜都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由父亲传给儿子，男传男，女传女。这种文化上的高度内向，也正是他们的古老智慧得以完整幸存至今的关键。除了婚嫁，科级人对死亡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在科级人的世界观里，死亡并非终点，而是生命的圆满，是一次神圣的回家。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又很像漫威电影黑豹的设定？而当一个科级人去世后，他的身体会被仔细地用编织的棉网包裹起来，头上还会系上一根绳子，这张网代表着子宫内的胎盘，绳子代表着脐带。当祭拜完成后，会将绳子切断，祈祷逝去的人能够重生到另一个世界。逝者会被摆成胎儿在母体中蜷缩的姿势，安放在一个同样象征子宫的圆形墓穴里。逝者的身体左侧卧，头部朝东，因为东方是太阳和宇宙光明所在。墓坑的两侧、中间和顶部会放置祭品。丧礼过程通常会持续2个小时，整个过程安静而肃穆，不会伴有吟唱或者跳大声。这样的仪式就和电影《阿凡达》里那美族丧礼一样。在这样一个被严密秩序和深刻哲学包裹的社会里，科级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里就不得不说，科级人最令现代人震撼的一个社会特质，那就是在科级人的社群内部几乎不存在谋杀这个概念。根据多位人类学家长达数十年的观察记录，科级族是一个极其和平的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杀死自己族人的记录。这并非源于严苛的法律，而是来自他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科级人相信万物相连，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更重要的是，任何暴力行为都会严重破坏整个世界的平衡，从而招致来自伟大母亲的直接惩罚，自然会带来干旱、洪水或疾病。在我们这个冲突不断的现代社会里，这样一个没有内部杀戮的小社会就像一个奇迹。究竟是怎样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呢？这就要从他们最大的秘密阿鲁纳说起了。在科级人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神，也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他们信仰的是所有生命的共同源头，他们称之为阿鲁纳。科级人认为阿鲁纳是自然背后的力量，是孕育万物的宇宙意识，是伟大的母亲。在科级人眼中，他们居住的内华达山脉就是母亲身体上最重要的一部分。连绵的雪山是母亲的头脑和智慧，奔流的江河是母亲的血脉，茂密的森林是母亲的毛发。人类一开始就诞生于此，而他们就是始终守护在母亲身边的孩子。既然人类都是阿鲁纳的孩子，但为什么科级人认为自己是哥哥，而我们是弟弟呢？总不见得是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球龄比我们大吧？其实和年龄没有关系，科级人是以距离母亲远近来决定自己是哥哥的。科级人说他们是始终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心脏里，日夜陪伴着他。而我们这些弟弟很早就被派出去闯荡世界了。一个孩子如果天天陪在母亲身边，自然最懂母亲的心思，他能第一个感觉到母亲哪里不舒服了，哪里有烦恼了。科级人相信，他们之所以是哥哥，就是因为他们从未中断过与母亲的交流，他们还保留着听懂母亲心跳和呼吸的能力。而我们这些在外面世界闯荡的弟弟，每天被外界各种灯红酒绿和喧嚣包围，早就把这门最古老的语言给忘了。那母亲是通过什么方式对他们说话的呢？除了感受山川河流的脉动，还有一些更神秘的心事。科级人把隼、鹪鹩和唐纳雀这些鸟看作是母亲派来的信使鸟，
平时他们不仅仅是在鸣叫唱歌，也是在传递某种信息。比如，当这些鸟发出某种特殊的啼叫时，它们就知道危险正在靠近。甚至某些鸟的鸣唱还能揭示出一个人内心的不安，或者判断他是否在说谎。在科技人看来，整个大自然都在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时刻与我们交流，而他们就是这门语言最后的翻译者。虽然所有科技人都在努力聆听母亲的心声，但他们族群里还有一种人承担着最核心的沟通任务，他们就是前面说过的祭司马莫。如果说科技人是守护在母亲身边的孩子，那么马莫就是那个专门负责坐下来和母亲促膝谈心的孩子。马莫是科技人的精神领袖，是族群的祭司，也是医生和智者。他不是通过选举或者世袭产生的，而是在婴儿出生时就通过一种古老的神谕和占卜由天来选择的。而一旦被选中，这个孩子的命运就将走上一条我们无法想象的道路。他会立刻被带离家庭，送进一个建在高山上的完全黑暗的石屋或山洞里。朋友们，这不是1天2天，也不是1年2年，这个孩子将要在完全的黑暗中生活整整9年。在这漫长的黑暗中，由年长的马莫和他的母亲负责喂养和教导。他听不到外界的喧嚣，看不到世俗的色彩，他学习的不是文字和数学，而是聆听。聆听溪流的声音，感受风的吹拂，通过冥想去感知那个无形的阿鲁纳世界。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但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史，就会发现这种为了保持与神圣的连接而将天选之子与凡俗世界隔绝开来的做法，并非科技人独有。在尼泊尔，有一种被称为库玛丽的活女神，被选中的小女孩会被接到寺庙里，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们的双脚不能沾染凡尘的土地，她们被整个国家供奉，因为人们相信神的力量寄宿在他们纯洁的身体里。再想想神秘的玛雅文明，他们的祭司不仅仅是做祈祷的人，更是顶尖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孤独一生，避开亲眷，花费毕生的精力去观测星辰，去破译那套复杂的如同天书的历法。他们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读懂宇宙运行的规律，从而预知未来，指导整个文明的走向。尼泊尔的库玛丽，玛雅的祭司，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吉马莫，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却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想要触及世界的本源，就必须先与这个嘈杂的世界保持距离。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科技人的做法，或许就能理解得更深一些。他们觉得，一个孩子如果整天在外面疯跑，看各种花花绿绿的东西，他的心就野了，就静不下来了。一个心里静不下来的孩子是没法坐下来好好听母亲说心里话的，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个天选的孩子放在一个绝对安静、绝对黑暗的地方，让他心里没有任何杂念。只有这样，他的感觉才会变得无比敏锐，敏锐到能听见风中的低语，能读懂溪流的情绪，能直接听见母亲内心深处的想法。当一个年轻的马莫第一次走出山洞，看见阳光时，他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世界，在他眼中，万事万物都与阿鲁纳相连。他已经成为一个能与伟大母亲直接对话的智者。从此，他就担负起了维护整个大家庭和谐的重任。他的工作就是维护世界的平衡。当他发现，因为弟弟们的胡闹，比如过度开采、污染水源，导致母亲身体的某个部分生了病时，他就要带领族人在特定的圣所进行仪式。在他们看来，这个仪式不是迷信，这就像是孩子们聚在一起，真诚地向母亲道歉并送上礼物，也就是祭品。他们请求母亲的原谅，并承诺会好好爱护这个家。他们相信，通过这种发自内心的沟通和补偿，母亲的身体就能慢慢恢复健康，整个家的平衡才能得以维系。所以，当一个科技人告诉你，他们正在用仪式守护世界时，他不是在说一个笑话，
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正在做着一件天经地义的事，那就是作为一个长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和安抚我们共同的正在被我们不断伤害的地球母亲。科技人认为，就像人类身体上有心脏、肝脏这些重要器官一样，地球母亲的身体上也有这些至关重要的地方，这些对他们而言就是圣所。圣所可能是一个湖泊、一条河流的源头，或者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但在科技人看来，它们是地球生命能量最集中的地方，是马嬷们为地球母亲号脉针灸开药方的地方。通过在这些地方进行仪式，他们才能维持整个身体的健康。更神奇的是，科技人认为所有这些圣所都被一条看不见的能量线连接在一起，从最高的雪山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边，他们称之为黑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贯穿母亲身体的经络系统，这条黑线就是连接所有重要器官和穴位的经络，只有保证这条经络的畅通，整个身体的能量才能正常循环。这条线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生命线，也是他们守护的最后边界。几千年来，科技人作为长子，一直在这片心脏地带默默守护着母亲的健康。但那个早已离家远行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不是来探亲的，而是带着巨大的机器和贪婪的欲望回来的。这场冲突在哥伦比亚的布里萨港项目上被推到了顶点。当地政府和一些商人为了修建一个巨大的运煤港口，选址恰好就在黑线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圣地，名叫杰库勒瓦。杰库勒瓦这个圣地在科技人的信仰里是负责抵御人类和动植物疾病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地球母亲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关键节点。科技人通过各种法律途径激烈抗争，告诉所有人毁掉这里等于是在破坏整个世界的免疫力，但他们的警告被无视了。现代开发的推土机和炸药将这片圣地炸毁推平。对科技人来说，这无异于亲眼看着有人用一把刀捅进了母亲的身体，破坏了她抵御疾病的能力。而这样的伤害每天都在发生。非法的采矿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母亲的骨头上凿洞，夺取她的骨髓。商业化的伐木就像是在粗暴地撕扯母亲的皮肤和毛发。修建巨大的水坝就像是用一道水泥墙强行堵死了母亲的血管。甚至不受控制的旅游业也像是一群穿着鞋的陌生人，随意地在你家祖宗的牌位上踩来踩去，还留下一地垃圾。所以科技人才说弟弟们伤害了母亲的身体。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科技人也太神神叨叨了吧。科技在发展，现代文明在更迭，这些都是现代进程的一步。科技人为什么总喜欢说一些母亲和孩子的比喻？但科技人会告诉你，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因为他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母亲病倒后的各种症状。科技人的故事迫使我们反思，在对待我们共同家园这件事上，究竟谁才是更文明、更有智慧的一方？我们这些弟弟凭借着科技确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走得更高，看得更远。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变得有些傲慢，以至于听不见那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或许这一次，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听一听哥哥的话，因为无论我们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我们都和他们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家里，而这个家确实正在被我们亲手破坏。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觉得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现代人是不是真的丢失了一些比科技更重要的东西？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科技人这种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请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里，因为这不仅仅是科技人的问题，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转发，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